杨紫和肖战全校见面，反应太不一样了。网友：紫总和女友打架，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并不奇怪。作品本身就是一个闲聊题材，市场占有率已经具备了领先的能力，更不用说两位演员的巨大号召力，这已经是圈子里独一无二的一点了。他们都在暑假期间获得了第2次人气，他们都是有非常大的支持基础的艺术家，没有人会像他们这样有影响力。战歌不同的是，这个害羞、脸红的男孩比较害羞，虽然性格依然活跃、年轻，但刚接触人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只受惊的兔子。比起这种总是需要露面的场合，他可能更适合一个有个人小天地的独处空间。所以当大家同时遇到这2位演员的时候，他们之间的反差也体现在这里。差别大到有人戏称男女主的身份好像颠倒了，明明是紫总和女友的较量。大气的波浪和柔和的波浪完美的诠释了2人的性格特征。见面拍照的时候，紫梅正在为接下来的戏定妆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凳子上，让化妆老师来回走动。因为不能正面跟大家打招呼，她连忙伸出一只肉肉的小手，对着镜头用力挥了挥。她也似乎精力充沛，看到她之后，烦恼全都烟消云散了。虽然照片中的那双手恰巧被门上的印章盖住了，但 RuPaul 还是点出了他的总裁特质，一点也不怯场，他试图隔着门与大家交流。另一方面，肖战看起来更害羞。当所有人都站在远处，齐声喊出他的名字时，男孩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。等他再次抬起脸的时候，脸颊泛起了红晕，轻轻抬手打了声招呼。和紫梅的主动相比，不同的大概就是总裁的轻松。正是2人看似截然相反的反差，却成了众人眼中的紫总与女友之战。你觉得2人的状态适合这样的称呼吗？02沉香如屑曝光设定时间，总集数引发争议，网友担心的问题来了。由欢瑞世纪出品，杨紫、程毅主演的古装童话《沉香如屑》将于今夏播出。一开始大家是多么的不喜欢这部剧，现在又是多么的期待这部剧。杨紫的粉丝们都不想让杨紫再接手欢瑞的剧了。他们曾在网络上发起抵制，后表示不会帮助该剧的宣传工作。欢瑞解约了，可是现在杨紫的粉丝比谁都希望节目早点播出，因为杨紫的另一部古装剧《青簪子》目前基本凉了，不管是后期换脸还是重拍，都是大工程。杨紫用了8个月的时间拍了《青簪》，好啊，没想到最后没有机会开播，以防万一沉香如碎屑，早点开播就能早点赚钱。开播前，欢瑞世纪表示将把沉香木屑打造成 S+ 级的古装仙侠 IP， 这也是他们公司2022年的重点项目。他是2018年业内口碑最好的人之一，并拥有先后制作了《古剑奇谭》《生命芬芳》《青云志》《大唐荣耀》等热门剧集，主打年轻观众市场。杨幂、李易峰、冯绍峰、杨洋等知名艺人曾是欢乐世纪的一员。近2年，欢瑞世纪的行情一天比一天低迷。公司比较出名的艺人有任嘉伦、程毅、袁冰妍等人，急需一个爆款来赢回口碑。从创作到演员的配置、服装、造型，都能看出欢瑞世纪的用心。再加上杨紫和程毅的强联合，这部剧一定会在夏天掀起一波热潮。一进入7月，观众对沉香如屑的期待就越来越高。近日，网上有消息称该剧定档7月20日播出，7月18日发布官宣资料，分为沉香如碎屑和沉香木2部分重划，2部剧都获得发行牌照。目前，优酷预订量已经突破200万。优酷平台还发布了战报，让大家可以锁定优酷全网独播，所以敬请关注。此前沉香木如屑被指加起来一共80集，也有很多古装剧会分2集播出，比如大鲨鱼的故事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篇幅太长，分成了2集。我觉得80集太长了，不可能比《甄嬛传》长，那注水是不是太严重了？相关人士指出，主播其实只有59集，最多60集沉香如屑，40集沉香重划，20集。说到优酷独播剧，平台肯定会有一大堆麻烦，
还记得4月份在优酷独播的《君子初相识》和《恰同学少年》吗？大家没日没夜的催促，优酷却始终不闻不问。这是大家担心的第一个问题。有时候平台的不作为也会影响到整部剧的口碑。为什么《相见恨晚》和《宛如故人来》的收视率那么高，但口碑却不尽如人意，都没有排到2022年高口碑的前10名？这实在是不应该。希望优酷能善待这部电影，让观众不要越等越累。03，深入分析后起之秀邓伦为何会翻车，1300多万，漏税4700多万，最终被罚款1.06亿元，可以说是把历史看得太重了，自毁长城，自取灭亡。当然，与范冰冰相比，支红了5年的邓伦作为后起之秀的影响力要差得多。1992年出生的他不得不感叹，剧作家挣钱实在是太容易了，本该在大学深造的黄金时期，却沦落到名利场。被金钱裹挟的邓伦已经很难认识到法律的威严。让邓伦爆红的一部剧是2017年出演的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，第2年就入选中国30岁以下娱乐圈30位精英人物。2019年至2020年是邓伦的资本帝国快速扩张的黄金时期，他为钱而忙，同时参加8档综艺节目，以其胆小却最会说话的性格吸引了无数女粉丝的喜爱，有20多个国内外品牌找他代言，云米科技、君乐宝等都在其中，包括宝格丽、古驰等多个奢侈品牌。光是他每年的代言费也有几亿元。与范冰冰和郑爽的商业帝国相比，邓伦的商业帝国要简单得多。有2家公司是邓伦全资拥有的，即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和舟山影视文化工作室。舟山公司在邓伦落马后已经在清算中。邓伦和他的发小还创办了火社火锅，立志在世界各地开设1000家火锅店。这家火锅店不是邓伦的，但所有的代言和促销活动都是他的，如果没有他的股份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邓伦翻身前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很好，在娱乐圈的发展也很顺利，小鲜肉的面孔，温柔接地气的性格，不俗的演技让他成为1线流量明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可惜渡人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爆红5年直接翻车，如今他还不到30岁，可见他在忙于赚钱的同时，忽略了对自身法治观念的培养，一直在以身试法，落下一身的骂名。先做人后做事，永远是行内不变的准则，任何行当都无法避免。04，连续15天，肖战的玉兔冲上热搜，期待满满。近日，很多人发现，由肖战主演的电视剧《玉骨遥》已经连续15天上了热搜。这样的记录对于一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来说，是相当耀眼的。可以说，广大观众的期待早已满满，万事俱备，只欠放。毕竟，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个穿着古装看起来超级帅气的演员的用心之作，也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个被演员树立为自信旗帜的影视作品。相信很多人都清楚地记得，在玉骨遥的定档投资推介会上，杰夫问肖战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？他说，这是1年多来的第1次拍摄古装，我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可以说，对于一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演员来说，这样的自信无疑会满足观众的胃口，也会让大家充满能量和期待。诚然，在那场新闻发布会上，话说赶着去那里聊天，但是作为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，杰夫是谁？作为腾讯视频的副总裁，他有这样的经验和熟练度，因为早在请教我的后半生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他就主持过了。还记得吗？那场新闻发布会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场景，只见杰夫和肖战并排站在舞台中央，杰夫看着肖战，突然笑意无限，说：“帅，真帅。他现实中比照片上还帅，这么近看还更帅。”说完这几句话，肖战一时间觉得有些尴尬。不过，从这一点上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肖战的外形水平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，经过多次交手，肖战和杰夫之间的关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是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，肖战表示请你一生一世，这部剧不会让大家失望。显然，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，这部剧做到了，肖战树立的旗帜也应验了。要知道，当时梦中的海播完了，
宴席也正在结束，上杰夫也在那里支持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想肖战定其实说的话，再看看连续15天上热搜的玉骨遥，你就能明白这部剧被很多人期待的原因，既有期待的价值，也有期待的力量。不仅因为这部剧的题材是观众喜欢看的题材，古装仙侠偶像剧，更因为它承载着无数网友的认可，承载着台前幕后人员的辛苦付出，承载着演员肖战上映后的亮相。这个拳头的作用，当然彼此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。要知道，蝴蝶扇动翅膀也能引来大洋彼岸的风暴，更何况是在这种缠绵的纠葛之下。而且作为玉骨遥的官方播出平台，腾讯视频也在其主页上弹出了玉蒲团将在暑期档播出，因此这部剧连续15天冲上热搜也在情理之中。就像请君入瓮打出的旗号一样，我相信玉蒲团也会如此，甚至比前者做得更好。作为观众，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它。小景笔记生活小感慨：生活中或有不如意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在我们可以触及的地方，总会有惊喜存在。相信自己的幸福，也要发现自己的幸福，怀着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吧，并认真做好手上的工作，而未来一定不会辜负你。